各位亲爱的同学，这一讲我们介绍底物浓度对酶促反应的影响和米氏方程。在之前，大家对课程的预习过程中，大家都了解到了酶促反应速度的测量方法，以及酶浓度对酶促反应速度的影响关系。因此，本次课我们从底物浓度对酶促反应速度的影响、米氏方程、米氏常数的意义和测定方法3个方面来介绍底物浓度与酶促反应速度的关系。人们通过研究发现，在酶浓度、切制值、温度等条件固定不变的情况下，底物浓度与反应速度之间的关系如图所示，表现为双曲线的特征。在底物浓度较低的区间内，曲线比较陡直，反应速度随着底物浓度的增加而升高，呈现一级反应的特征。而当底物浓度继续增加时，反应速度增加的趋势变缓，而当底物浓度达到一定值后，反应速度不再增加，表现零级反应的特征。此时表现为酶被底物饱和的现象。那么如何解释酶和底物浓度之间的关系呢？在1913年，这2位科学家根据中间产物学说推导出了反应速度和底物浓度的数学方程式，即米氏方程。反应速度 V 等于最大反应速度 Vmax 乘以底物浓度，再除以底物浓度加米氏常数 Km。它向我们定量描述了反应速度与底物浓度之间的变化关系。下面我们通过对公式的推导，帮助大家理解方程的含义。在推导之前，请大家注意米氏方程的3个假定条件。一、测定的速度为初速度，即底物浓度消耗小于 50% 的速度，此时反应刚开始发生，产物累积量少。2、底物的浓度显著的超过酶的浓度，也就是说底物是过量的。3、在测定初速度的过程中，中间络合物 ES 的浓度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维持恒定，即达到稳态。请大家注意稳态与化学反应的平衡态的区别。稳态假设发生在反应刚开始的区间范围。首先，我们利用第一个假设，测定的速度为初速度，反应刚开始发生，产物的累积量少，因而由产物向 ES 复合物转化的反应忽略不计。原本4个反应简化为 K1、K-1、K2 3个速率常数所对应的反应。随后我们求出 ES 复合物的生成速度。在这3个反应中，只有速率常数 K1 对应的反应是生成 ES 复合物的，因而 ES 复合物的生成速度等于 K1 乘以游离酶浓度和游离底物浓度。ES 复合物分解过程对应的反应有2个，分别为 K-1、K2 2个反应。那么 ES 复合物的分解速度就等于 K-1 乘以游离 ES 复合物浓度加上 K2 乘以游离 ES 复合物浓度。下面我们利用第3个稳态假设，在测定初速度的过程中，中间络合物 ES 的浓度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维持恒定，也就是说，在反应刚开始的这段时间中， ES 复合物达到一定值后，其合成速度和分解速度相等，这样才能维持 ES 复合物浓度的恒定，即达到稳态。那么我们利用稳态假设，将上面2个方程式整理在一起，
方程左边是 ES 的合成速度，方程右边为 ES 的分解速度。我们知道游离的酶的浓度等于酶的总浓度减去形成的 ES 复合物浓度。我们把游离酶浓度的式子代入方程，这里请大家注意，我们第二个假设中提到了底物浓度远大于酶的浓度，因而游离的底物浓度中形成 ES 复合物消耗的那一部分我们忽略不计。因此我们将方程式进一步变形为下面这个方程，其中方程的右边 k-1 加 k2 除以 k1 为常数，令其为 km， 也称之为米氏常数。请大家注意，米氏常数是3个反应速率常数转换而来的。最后我们来计算反应的总速度。反应的总速度是由 ES 复合物分解为产物的速度决定的，因而反应总速度等于 K2 乘以 ES 复合物的浓度。我们将上一个方程进行变形，求出 ES 复合物的浓度的计算公式，并将 ES 复合物浓度的计算公式代入反应总速度的方程。最终我们得到了反应总速度等于 K2 乘以酶的总浓度再乘以底物浓度除以 Km 加底物浓度。请大家注意，大家可以设想，如果所有的酶都形成 ES 复合物，那么就达到了最大反应速度。因此 K2 乘以酶的总浓度在数值上即为反应的最大反应速度。因此我们最终得到了米氏方程，反应速度 V 等于最大反应速度 Vmax 乘以底物浓度除以底物浓度加米氏常数 Km。 米氏方程向我们定量描述了反应速度与底物浓度之间的变化关系，表现为双曲线的特征。在曲线的前段底物浓度低，米氏方程中的分母可以简化为 Km， 因而表现为一级反应特征。而在曲线的后段，因为底物浓度达到较大的值以后，忽略 Km 值，反应表现为零级反应特征。第三部分，我们介绍米氏常数的意义和测定方法。当反应速度 V 等于1/2 Vmax 时， Km 等于底物浓度，也就是说 Km 值等于酶促反应速度为 Vmax 一半时候的底物浓度。请大家注意，米氏常数的单位为浓度单位，一般用摩尔每升表示。刚才在推导米氏方程时，我们知道 Km 等于 k-1 加 k2 除以 k1， 因此在特定的条件下 Km 值可以用来表示酶和底物的亲和力的大小。当 k-1 远大于 k2 的情况下， Km 值越大，酶与底物的亲和力越小。Km 值越小，酶和底物的亲和力越大。我们可以从下面的这张表格中了解到不同酶的米氏常数。当酶存在多个底物时，其中米氏常数最小的底物为酶的最氏底物。米氏常数是酶的特征物理常数，一个酶在特定条件下对某一底物的 Km 值为一定值。那么在实验中，我们如何测定酶的米氏常数呢？实验中最常用的办法是对米氏方程取导数之后，将米氏方程的双曲线转化为直线，通过底物浓度的导数与反应速度的导数作图，得到一根直线。这条直线在 y 轴上的截距为 Vmax 分之一，在 x 轴上的截距为负的 Km 分之一，可以很方便的求得酶的米氏常数。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谢谢大家。